过简单来说的话，如果你要支援e-invoicing，市场上来讲的话有4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你直接去用那个 LHDN 的 My Invoice Portal， 那个是免费使用的嘛。第二就可能你的 accounting system 已经有 support e-invoicing， 例如 AutoCAD、SQL 等等，这些本地非常好的 accounting system 都已经 support 了。第三个可能你是自己有自己的 IT 跟 technology team， 你想要自己去做对接，然后当然这个通常就比较大的企业才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最后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中间件 middleware。所以我们 middleware 的特点，基本上第一来说的话，它不需要更改你现在的系统。例如你现在的系统，可能少了一些东西，例如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例如 MSIC code， 这些东西你现在 ERP accounting system 没有，那没有问题，你可以在我们这个 middleware 这边去做一个 definitions， 所以它不需要更改你现有的系统，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特点。这是 BFM 所制作的开门见山。你好，我是丽珍。今天开门见山要聊的是企业非常关心的课题，也就是电子发票。请在收看的朋友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今年的4月份，我国的政府宣布将陆续推行电子发票的制度，以减少逃税以及地下经济。来临的8月份，国人在国外的所有收入呢，也必须有电子发票。到了明年的7月，无论是商家或者是小贩，都必须开电子发票，供税收局查检及报税。而在今年的2月份，M控股就宣布与本地的著名会计事务所 YYC超越集团一起合作推出电子发票的解决方案。而这项解决方案呢，其实是一款中间的解决方案，可连接至税收局的 My Invoice 系统，减少企业采用电子发票时所面对的挑战。今天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由 M 控股总执行长陈一强来为大家解惑。我们欢迎一强。嘿 Jenny 你好。好，一强，就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跟 YYC 合作，就是发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是看到市场有什么需求，对吗？是的，我们这个电子发票系统就叫中 e-invoice， 基本上我们的策略就是跟多个互补性的合作伙伴一起去合作，然后发展这个e-invoicing，所以可以弄到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更加全面，来迎合市场的需求。基本上我们这个中 e-invoice 它是一个中间件，我们叫的 middleware， 所以我们要专注于保持中立，所以基本上我们想要营造一个 inclusive ecosystem， 就表一个包含性的生态系统，所以可以在将来使得我们的系统更加有扩展性，就更加有兼容性，就 scalability 跟 compatibility 嘛。所以谈到这个市场的需求来说的话，做这个 e-invoicing， 第一来讲的话就是要做一个 market awareness 市场意识的 creations， 第二就可能有客户进来的，那我们需要跟他去做这个 gap analysis， 去了解他现在的这个 e-invoicing 的流程，哪些需要手动，哪些可以自动化等等。然后下一步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training， 所以从那边的话就是因为有一些 process， 例如 account payable、account receivable， 哪一块是由系统去做，哪一块是由人手去做，他们就要了解精简自己的流程。然后最后就是在这个 product optimization 这一块，因为 YYC 他们是一个马来西亚10大的会计公司，我们 AMO 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科技公司嘛，所以两个结合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产品更加优化、更加完美化。不过最后要澄清的一点，因为我们 AMO 其实也除了跟 YYC 合作，也是有跟其他的伙伴合作，就包括其他的 accounting companies、PR companies， 然后也包括一些 software product company 跟 software service company 合作等等的，对。那在发行这个过程的当中之下啦，你们的合作模式会是怎样的一个分工呢？然后各自担任的是哪些角色这样子？基本上我们合作的就是因为 YYC 他们是在 accounting 跟 taxation 的 expert， 而我们是在 technology 的 expert， 所以 YYC 自然而然他们是在这个税务跟财务之间提供这个咨询，就 consultations， 还有 support and training 这一块。而我们 AMO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 LHDN 的 guidelines 跟 API 结
结合起来，把它包装成一个产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 YYC 的合作。但除了跟 YYC 合作，我们其实有跟其他的软件公司，也包括 MSC Trustgate 合作。所以说一下这个 MSC Trustgate， 因为这个电子发票，政府是鼓励我们去采用这个电子签名，就是马来西亚有 Digital Signature Act， 所以 Trustgate 他们是在这个电子签名法定里面4家的合格供应商的其中1家。所以如果你的电子发票是有电子签名，那其实它可以更完美的去见证这个发票是有效的，是由对的一个party 去发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在不同的他们。Trustgate 他们就专注于去把那个用户去做 onboarding， 去做 verifications， 然后还有做那个digital signature 的 API 给我们，而我们这一块就是把这个 API 接去我们的系统，然后 so that 我们的用户就可以用我们 e-invoice system 来做那个digital signatures 来发 e-invoicing， 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其实市场上其实蛮多的公司，就是 accounting firm， 他们也有自己的可能 e-invoicing 的这个配方啊。其实你们跟他们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好像市场上很强项的是 AutoCal， 你们会跟 AutoCal 有什么？还是其实你们也有跟 AutoCal 合作这样子呢？我们是一个 inclusive ecosystem， 因为我们是一个中间件嘛，所以我们中间件基本上，例如 AutoCal 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计系统，所以我们跟他也是可以有一个合作的关系。这不过简单来说的话，如果你要支援 e-invoicing， 市场上来讲的话有4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你直接去用那个 LHDN 的 My Invoice Portal， 那个是免费使用的嘛。第二就可能你的 accounting system 已经有 support e-invoicing， 例如 AutoCal、SQL 等等，这些本地非常好的 accounting system 都已经support 了。第3个可能你是自己有自己的 IT 跟 technology team， 你想要自己去做对接，然后当然这个通常就比较大的企业才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最后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中间件 middleware， 所以我们 middleware 的特点基本上第一来说的话，它不需要更改你现在的系统。例如你现在的系统可能少了一些东西，例如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例如 MSIC code， 这些东西你现在 ERP accounting system 没有，那没有问题，你可以在我们这个 middleware 这边去做一个definitions， 所以它不需要更改你现有的系统，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特点。然后第二来说的话，我们的系统也有跟不同的 accounting system 跟 ERP system、POS、e-commerce 跟那个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去做对接，而我们这个对接基本上是用一个no code 的形式，就你不需要做 programming 就可以直接对接的，所以它的那个 onboarding 是非常的快的。当然因为我们是一个本土公司嘛，所以我们注重的就是我们有 local support， 我们有 local 的团队提供一个 724 的 support 在上线的时候，然后还再来的话就 localization， 因为在本地来说我们其实是第一家 e-invoicing 公司，直接是跟那个 MSC Trustgate 合作，使我们的 e-invoicing 除了资源它应有的一些条件之外，它也在 compliance 上面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最后来说的话，就我们也是有跟 AWS 就亚马逊云还有跟 Exabyte 合作，所以那个可以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质量，它的那个 availability 会更高。然后还有我们的 analytics 跟 reporting 也是因为我们跟 YYC 合作才跟我们讲现在的客户需要什么样的 reporting analytics， 所以我们放了很多的一个 effort 进去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等等。所以我们做的这个e-invoicing其实除了帮助我们的客户去 fulfill 他现在应有的 requirement， 我们也是帮他将来要做更多的数码化转型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你谈到数码化嘛，就是我们的政府刚刚又在优转了嘛。之前是你一定要有那个e-invoicing， 可是现在就有把15万以下的公司可以豁免这样子啊。我相信政府其实也是慢慢的间接性会让所有人都开始这个 e-invoicing，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挑战 for 那些中小型的话是会有，应该是有所挑战吧？然后你们又能够怎样去辅助这些中小型的企业呢？第一个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因为对于这个少过15万营业额，可能我们就叫微型企业吧，所以他们基本上可能做生意都非常忙的，如果还要在他每一个 transaction 都要做 e-invoicing， 其实是一个非常繁琐而且也蛮耗力的一个东西嘛。所以但是我想澄清一点，就虽然他们不需要做实时的 e-invoicing， 但其实他们还需要做 consolidated 的 e-invoicing， 就是每个月最后他们需要做一个 digital format on 他的 sales order， 然后把它发去给政府，用这个 My Invoice Portal 是免费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其实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就同时政府又可以达到一赢外线的效果，对于这个微型企业来说的话，也不会增加他们做生意的成本太多。然后再回到这个一赢外线的 timeline 嘛，所以第一个 milestone 基本上是今年的8月1号，超过100个 million 的企业需要做一赢外线。第二个 milestone 是明年的1月1号，就25个 million 到100个 million 的企业需要做一赢外线。这个 milestone 就是明年的7月1号，所以这个就差不多大概100多万的中小型企业就需要做这个一赢外线。所以政府其实在这个做一赢外线，因为了解到他可能对做生意的人会提高成本，增加他们的一些 efforts 等等，所以他们也是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包括开发这 MyInvoice Portal 也不用付费就可以用，也包括也提供一些税务讲页等等。如果你需要自己找人来做 consultation， 自己 implement 或者 subscribe 我们的一赢外线 system， 其实都有一些税务减免的。所以简单来说的话，我觉得身为一个企业，我们应该去拥抱这个一赢外线嘛。第一来说的话，其实增加了我们的效率，因为长远来说的话，当你做生意，你需要有一个数据，因为数据这个如果你没有做就没有，而且数据你越早做，其实你的数据就越有用嘛。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它也提高了整个企业的一个透明度嘛。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企业，那我们应该迎合政府的脚步，一起去接受这个一赢外线。我觉得不只是迎合政府的脚步啊，应该是迎合全世界，因为全世界都就是开始数码化这样子嘛，我们要更透明，然后更有效率的一个生态这样子。那看到有说到3个阶段嘛，其实你觉得这3个阶段给你们的公司的话，会有什么主要的一个挑战这样子呢？所以每个阶段基本上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嘛，当然时间也很赶，因为8月1号就要上线了。所以第二个阶段来说的话，就是25到100个 million。先说第一个阶段，大概马来西亚有4000到5000家公司是超过100个 million revenues。第二个阶段可能大概是40千家吧，4万家企业，大概在这个25到100个 million 的 bracket 里面。第二个阶段来说的话，他们的 accounting system normally 会相对简单。如果我们在 Phase 1已经是成功了，这样 Phase 2基本上都比较容易。那 Phase 2可能我们会推出一些比较迎合市场需求的一些 package 就可能它的那个价钱方面会有所调整。然后 Phase 3来说的话，就是微型跟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所以这个来说的话，我们的策略就是跟 accounting system 合作嘛。那他们的话就可以直接 subscribe， 用 software as a service model， 不需要 upfront 就给一个几万块、几千块，那其实成本非常的高，可能就用几百块的形式去打这个市场。所以 Phase 1、Phase 2、Phase 3基本上我们觉得都是有不同的策略去迎合他们的需求。那我想了解的就是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强调你们公司是比较属于 fintech solution 这样子嘛，然后你们的所谓的员工有多少能够 support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可能因为中间顾客会一直在调整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生意模式啊，所以你们也需要去做调整这样子嘛。所以你觉得讲在这个8月1号上架的话，你们足够的人力来去 support 这个东西吗？就能力绝对是足够的，因为基本上我们在 IPO 前大概只有130位员工嘛 ，IPO 过后现在我们有230多位员工，而单单我们做给这个一赢外线的团队就超过10多位员工，所以这10多位员工他们也有不同的分工，有一些就包括我们叫 Customer Success Manager， 就帮他们去做 onboarding， 帮他们做 configuration， 做 training and support， 然后还有我们的 technical team 等等。但我们这个系统设计来其实是一个 software as a service model， 因为它是做一个无缝的无码对接，是不需要去做 programming 来做 implementation， 所以它的整个 onboarding 流程通常是比较流畅的，也比较简单。对。好，一强在推广电子发票的解决方案过程当中，MO 和 YYC 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呢？然后各自担任的角色又是什么？首先跟这个 YYC 的合作，还有跟其他 accounting partner 跟 software partner 的合作，就使到我们的市场渗透率就变得更高了。所以举个例子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一赢外线的顾客有58%是新的客户。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对我们来讲，我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市场渗透力跟这品牌影响力都有所提高了。尤其跟 YYC 合作的话，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 Top 10的accounting firm，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品牌跟专业知名度对我们来说，具体来讲有4个好的帮助。第一来讲的话，基本上它可以推荐客户给我们，因为 YYC 就很清楚了解他们哪一些客户是 Phase 1、Phase 2、Phase 3的，他就跟着那个时间表来推荐客户给我们嘛。
第二来说的话就是专业性能，因为 YYC 的这个品牌非常的好，所以如果它的性能的推荐的话，这样基本上把 M 的这个信任度也提高了。然后第三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市场渗透力，因为 YYC 它可能在这个中大型企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市场渗透率，而 M 之前我们专注很多是那个 MNC、GLC、PLC 的领域，所以它可以帮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市场来渗透进去。最后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joint marketing events 等等，因为来说的话，我们这边做的就是系统，他们那边做的基本上就是做咨询做培训等等，所以两边我们可以 join force 做一个 joint marketing event， 一起去convert 更多的 clients。 对，我相信刚刚开始在推出的时候，应该是会有 customer service 方面应该会有很多人的 enquiry， 然后在这个客户的满意度跟这个体验度啦，你们要怎么去解决呢？对，因为我们设计产品，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说的这个用户的体验跟用户的满意度，所以我们在市场上来说的话，我们是第一个推出用生成式 AI generative AI create 这个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嘛，所以因为有很多问题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knowledge database 里面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就开放了这个chatbot 在我们的 Facebook Messenger 里面，所以有任何人进来他可以问问题，他可以问 technical 的问题，就技术上的东西，也可以问 compliance， 就可能他们 IT 的人想问技术的，可能他们 finance 跟 account 想用这个 functional 的问题，这个 chatbot 可能已经可以帮我们回答了50% 的问题，而我们这个 generative AI chatbot 它也可以用多语言来回答，可以支援中文马来文大米尔文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上只有我们在做的。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我们也是有这个user asset management， 就用户的权限，因为在一间公司可能你会有不同的阶级嘛，你会有 CEO， 你会有 CFO， 你会有 finance， 你会有 IT， 所以在我们这个系统我们基本上可以去设置不同的那个用户角色，然后跟他们讲这个用户有什么权限，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东西等等，这叫我们叫 UAM user asset management。 就来讲的话就是 audit trail 就是我们的活动记录，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去例如你发了一个 invoice， 那是谁发的呢？第二来说的话是几时发，在什么 IP 发，因为如果最近我们都懂 Cybersecurity Act 也是 get 得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数据的这个可追溯性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就有这个 audit trail functions 来做这个记录这些重要的活动。最后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一站式服务，所以我们跟不同的系统包括 e-commerce 包括 POS 包括 ERP 也是有对接，所以用户很多时候就需要在我们这个系统就可以看到那个数据了，而不需要登录不同的系统。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系统设计里面达到更好的这个用户体验跟用户满意度。所以刚才听了很多，我觉得你们的公司其实真的是已经做好这个准备这样子。这样想了解一下，其实你们还有什么就是长远的计划跟一些目标这样子，然后对于未来公司的前景或者是电子发票的这个前景有什么看法吗？所以先说这个在电子发票的前景吧，我觉得可能电子发票只是一个起步，因为它很多企业之前可能就没有做这个电子发票，全部可能用手写可能用 PDF 来去做这个发票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数码化转型的第一步。就政府做了这个第一步过后，其实很多时候就我们的企业会有一个 digitalization 的 mindset。下一步来讲的话，政府可能接下来会推出更多的措施，包括我们听说 digital ID 这些东西，数码身份证可能也慢慢可以实行在里面。还有更多的，因为 digitalization 也紧密相连的就是一个环保嘛 ，ESG 的议程也非常重要，因为通过我们这个电子发票基本上它也减少了很多实质这个纸张需要消耗的这些环保的东西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长远的东西。那回到 M 来说，跟这个 e-invoicing solution， 所以对我们来讲最大重要的就是有了这个 e-invoicing， 它像是一个data hub， 因为我们就有的这实时的财务数据，因为我们有它的 inbound invoice 跟outbound invoice，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 cross sell 跟 upsell 我们很多不同的产品跟服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中长期来说的话，基本上我们也觉得有了这些数据，那我们其实可以发展成为一个金融科技来讲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可以用这个
AI 人工智能，然后第二块就是做 automation 就自动化流程。主要来说的话，就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顾客去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提高他们的收入，减低他们的成本，这个方向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数码化转型。所以 Amo 我们希望接下来在这个应用外星的这个领域里面继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企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应用外星是一个 software as a service model，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recurring revenues 也增加了一些，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是更可持续的，而且是更加长远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马来西亚人通常对于一个新政策都是抱持着一个有点排斥啊，然后你们又要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话，你觉得在这个醒觉方面，你们要怎么去做平衡呢？虽然政府强制性，可是强制底下，可是还有其他的玩法，然后所以可能在做推广的这个工作，其实你觉得会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吗？我觉得挑战来讲的话是有几方面。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讲的 awareness， 就市场的意识。当我们去讲的时候，有一些顾客跟我们讲，应用外星不是把我的 invoice 变成 PDF 就叫应用外星了吗？所以其实这个醒觉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是需要教育他们去给他们懂应用外星为什么我们要做，长远对你有什么好处等等。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方面都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政府啊，还有 accounting firms 啊，还有我们应用外星 middleware 都需要扮演这些角色。但有一些企业来讲的话，可能他们就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就增加了他们做生意的成本，所以 that's why 我们应用外星 solution 出来的基本上我们就是做那个 low capex， 因为它不需要去做一个用代码来对接嘛。然后第二块来讲的话，有一些可能他就觉得他的人对于这个 IT 不是很熟悉，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是有专人去帮他提供一些培训啊，支援他们等等，所以是给他们在上线之前就已经了解怎么去用。我们也是有一个sandbox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去尝试创建这些 invoice， 然后他不会去到 LHDN 了，所以给他们去尝试先。当然最后来快讲的话，就是回到那个 cyber security， 因为你有了很多数据，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的重要嘛，所以这边也是要有意识去保护那些数据。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跟 MSC Trustgate 跟 AWS 跟 SRY 合作，来提高我们产品的这个可用性跟它的那个 security 嘛。对，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Amo 控股的总执行长陈义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看财经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